这是北京一家大型温泉度假酒店，出品总监于伟森是广东人，他14岁开始学厨，从烹饪百姓家常菜起步，凭借天赋与勤奋，厨艺不断精进，跻身制作国宴的顶尖厨师行列。为了给餐厅推出新的美味，每个月他都会到外地品尝特色美食，寻找新鲜食材。北望齐鲁，南接江淮，居凉水中道，扼2京咽喉。这里是宿迁，一个位于中国南方和北方交接处的城市。一南一北的地理气候赋予了宿迁人既豪爽又温和的气质。宿迁人被称为中国最南方的北方人和最北方的南方人。而宿迁历史上最能体现这种侠骨柔情魅力的，就是与刘邦争夺天下的西楚霸王项羽。历史记载，项羽为楚国下相人，下相就是古时的宿迁。直到今天，宿迁的民间艺人们仍在吟诵这位盖世英雄。的宝剑会是玉器。项羽兵败后，与爱妃虞姬生死离别的爱情故事成了千古绝唱。到宿迁的人都要去凭吊项王，乾隆皇帝也不例外。不过，他6下江南有5次下榻宿迁，据说主要是被当地的美食和美酒所吸引。我没有去过宿迁，只是听说那里有2湖3河，水产品比较丰富，希望能发掘到有地方特色的食材。另一方面呢，希望能在那里能发现到惊喜。于伟森此行的美食向导是一位热爱厨艺的普通工人，叫杨辉。杨辉选择在项王故里迎接远方来客。肯定要辛苦你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欢迎让他客人欢迎他。像许多宿迁人一样，从小项王就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和偶像。这是我们宿迁的一个代表杰作。于伟森刚到宿迁，就感受到了项王故乡人的慷慨热情。杨辉邀请他先到自己家里吃一顿他亲手做的饭。杨师傅在家乡洋河镇的酒厂做物流工作，虽然没有专门学过厨艺，但是对美食却有一种本能的追求。14岁就开始学做菜。今天他要给北京来的大厨师做一道有特殊寓意的美食——霸王别姬。霸王别姬选用当地出产的野生甲鱼和饲养1年以上的老母鸡为主料，先小火慢炖母鸡，再用鸡汤炖甲鱼，最后合2为1。热情好客的杨师傅不仅亮出了自己的手艺，还专门请来自己的妹妹，为远方的客人制作洋河最出名的小吃——车轮饼。传说车轮饼是乾隆的创意。当年他下江南时，要求洋河镇的一家小酒店仿照自己乘坐的马车车轮形状，制作了这么一款点心。车轮饼以生猪大油为主料，拌上白糖，再掺些核桃仁儿、瓜子仁儿、金桔饼、糖桂花、红绿丝之类。饼馅里又加上了冰糖，颜色多样，爽利可口。
做好这道点心的诀窍在于做饼面皮。2张面皮，一种用水和油和面，一种用纯油和面。用这2种面皮包出来的车轮饼，下油锅炸才能酥而不板，粘纯即碎。这边的车轮饼下锅油炸，那边的霸王别姬刚好出锅。哎，来尝一尝啊，岳总，这个就是你对传说中的霸王别姬。霸王别姬，这个是菜市里面的逢年过节要做的。对，一般这个做的比较会是，像自己客人来了，就必须要做这个菜。你先尝一尝，先尝一尝。这个材料，这个鸡好，越讲越好。我们对这个霸王和对那个虞姬啊，有很深的情结。霸王是我们的家乡的英雄嘛，心目中的英雄。明年为了纪念他，就是那个创造了这一菜。确实是在你们当地是流传这道菜的。对。这是我们特产。这就是车轮饼，形状像车轮饼。这里吃到嘴里吱咯响的。咯吱响的，试一下。这个里面是那个猪油、猪板油。芝麻。豆干。不错。初到宿迁的于伟森不仅品尝到了项王故里别具特色的霸王别姬，还吃到了乾隆创意的小吃糕点。于伟森已经有点应接不暇了，他接下来的美食之旅又将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？来，好，欢迎咱们远道的客人。好，欢迎。宿迁城不大不小，人口不多不少，十分宜居。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，水陆交通便利。当年乾隆乘舟出京城，一路看见的都是粗犷的平原。船到宿迁，忽见湖光水色，风光旖旎，心情大好，不禁题诗称赞宿迁为过。于伟森的美食之旅就从这里开始了。啥汤？对，啥汤什么意思啊？是这样的，因为传说有一个那种典故嘛，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微服私访，到一家客店，又饥又饿，客店呢就给他准备了一碗汤。乾隆喝了以后呢，大赞其美味，胜过皇中御宴。然后就问他是啥，这是什么汤呀？汤的名字叫什么？他那个店家也不知道他名字叫什么，说啥汤呢？那是啥意思？是啥汤呢？然后呢，乾隆爷爷是应该是口误啊。他听了原来是撒汤，然后这就是由来。用羊或者鸡的骨头彻夜熬制成汤，汤里勾点芡汁，打一个鸡蛋在碗里搅匀，用滚开的汤汁一冲，一碗鲜美的杂汤就做成了。这个汤应该非常养胃，非常养胃，对胃绝对，这个才叫美食啊！真的，这个才叫美食。说实话，也是原始做法，对不对？原汁原味，这个绝对是地方美食。对，地方美食。每天清晨，撒汤的美味都会把镇上的人家唤醒，男女老少纷纷涌进老赵家的撒汤店。做了30多年撒汤的赵师傅，继承的是祖传的手艺，到他手里已经是第5代了。赵师傅今年多大了？55了。55。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？我自己接手都干30多年了。干30年。我父亲干这个，我祖父也干这个。也是做这个牛锅贴。就是做这个汤。对。就着锅贴喝杂汤，
这是宿迁人酷爱的传统早餐。要是年轻小伙子，还得灌几口白酒才叫过瘾。到底是项王故里，早餐就带着一股豪情。我们靠运河边口啊，一方面渔民比较多，另外我们这边湿气比较大，喝酒呢可以祛风御寒。我知道北方呢喝酒呢可能是御寒，对，御寒，主要功能是御寒。挺奇怪的，挺奇怪的。我也学这个，照正吃早餐就喝酒了。可以吧？宿迁境内有2座湖，洪泽湖和落马湖，3条河：大运河、淮河和沂河。因为处在中国地理南北过渡带，每年秋冬时节，成千上万迁徙的候鸟降落在这片浩渺纯净的水域栖息。生在水乡，一年四季，宿迁人的餐桌上自然少不了各种应季湖鲜。要品尝地道的家常湖鲜美味，自然要选择宿迁当地的老居民家。新盛街是宿迁最老的街道，始建于明神宗万历5年，迄今已有430多年的历史。今天，于伟森就要到新盛街的一户老居民家里，品尝一顿宿迁人的家常美味。小院的主人李师傅已经在这里生活了60多年。他有几道拿手的家常菜，尤其擅长制作宿迁的土菜。李师傅老2口都已经退休，每逢周末，2个女儿和女婿都会来家里吃饭，每一次都是老爷子掌勺。宿迁的家常湖鲜，除了落马湖的大闸蟹，要算银鱼最为常见了。银鱼又叫白小，通体洁白无鳞，体型细小却肥嫩鲜美，是极富钙质的鱼类，被称为鱼中人参。宿迁人通常喜欢用银鱼做汤，最大程度地保留银鱼的新鲜味道。这个银鱼蛮新鲜这挺新鲜的。这不是冻罐？对，这个是，你看这个鸡吧，打到鸡吧。把洗好的银鱼倒入汤锅里煮开，加盐、胡椒粉、香油调味，鲜美的银鱼汤就做好了。好，对，马上。胡椒粉。是啥的？姜末不干嘛？姜末不。来，我们来，尝尝，来，走来。这个银鱼很嫩。这个很嫩的是吧？落马湖的。那，不老。这个很嫩的。啊，非常嫩。这边是淡水湖鳞的哈。水质很好，这个落马湖。先喝看看。喝吧。它鲜不鲜？鲜不鲜？好不好？很鲜。可惜哈，再来一次。来，尽量。谢谢。非常的口感。适合这个城市生活。李家小院里，4代同堂的一家人其乐融融。用李师傅自己的话说，能够每周给一家人做几道美味，是他现在最大的快乐。的宿迁少了水乡的婉约，一股北方的热烈扑面而来。是吧？特别香。美食街上各种小吃应有尽有，虽不见得精致，却充满浓郁的苏北味道。今天，于伟森要品尝乾隆皇帝夸赞过的另一道宿迁美食——黄狗猪头肉。这道美食由民间厨师黄德始创，
因为黄德绰号黄小狗，所以又叫黄狗猪头肉。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。黄狗猪头肉色泽红润，香味浓郁，肥肉酥烂，筋肉鲜香，味纯而正。黄狗猪头肉现在的掌柜是第8代传人黄金德，他依然按照家族的古法秘方制作猪头肉。这个跟那个小一样，3大头之一的，应该有区别。有区别，有区别。我们这是红烧。都在里面，那边扣那边。黄狗猪头肉选择用粮食饲料喂养的8到10个月的活猪，宰后需头部距耳后1公分、不肥不瘦的猪头，剔骨选肉，整治干净，加八角、茴香、桂皮、丁香、葱宣、花椒和宿迁特产的黄豆原抽黄油酱配，用小火长时间焖烧而成。做法又有加工四绣花，选料不马哈，火候如炼丹，甜咸要适度的口诀。不管哪里的远方朋友，一定要吃我们这个皇家这个黄狗猪头肉。这个吃这个猪肉还需要什么？这辅料之类的？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尝一尝，你尝一尝，你尝一尝。还滑的如丝一般。这是猪脸，哎，这块是猪脸，一起尝一尝。好，来，胶原蛋白很丰富啊。对。入口即化啊！对。关键就是选既生的制作到熟的最快的速度也得12个小时。这个有点咸，这苏南的像淮阳这一带，苏州啊，这个无锡这偏甜。对，它是两。对。我们基本上一般吃甜的比较少啊。无湿地面积近35万亩，水域滩涂广阔，生态系统保存完好。落马湖的水主要源自沂蒙山洪和天然雨水，盐湖没有工业污染，所以湖底常年清澈透明。湖滩浅水中生长着密密匝匝的芦苇和众多浮游生物，为鱼类生产提供了优良的生态环境和水资源。还活的银鱼啊！今天收成怎么样？干3年正好，这密度还挺高的。哎，对，一般的都在26、7、8块一斤，或者高的30的。但是你自己30，在市场可以卖60、70了，1斤。那饭他得拿去，他得赚去呢，是吧？说你们县农挣不了什么钱。哎，人家没讲嘛，喂些的还不如饭些的。啊，对了，种地还不饭粮食的。朴实厚道的宿迁人知足地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，而水乡的富饶已经让于伟森灵感泉涌。他决定用落马湖的湖鲜为宿迁人制作创意菜。落马湖的湖鲜里，银鱼、青虾、大闸蟹是最有名的。金秋10月正是品蟹的季节，于伟森自然要在闸蟹上动点心思。这全部弄出来，要不你先弄干净点。厨房就在落马湖畔的一条渔船上，这是天设地造的顶级厨房。来了。抓2条落马湖的鱼，舀1桶落马湖的水，湖水煮湖鱼，应该烹调出最自然鲜美的味道，这是美食的最高境界。肥美的大闸蟹去掉了外壳，只留下蟹肉和蟹膏备用。
新鲜的银鱼也准备好了。落马湖盛产的2种湖鲜，在于伟森的手里会变成怎样的美味佳肴呢？那肯定好吃了。朋友们陆续来到了渔船，他们都在猜测北京来的大厨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。雪白的银鱼撒进了蟹膏和蟹肉混合的浓汤里，一道全新的落马湖湖鲜美味就要登场了。试过味没有啊？我之前是啊，来了！嘿呦，再拿个勺来，快点烫。拿个那个大勺来，那个大勺来。对，香菇的。OK 了，可能是茶树。盖。大出来喽，3哦。来。不要各位师傅，前几天劳师吃你们，今天我请你们吃顿饭。啊，这些都是我做的。那这个是我也是用你们这个落马湖胖头鱼，用这一口大锅来烧这个菜。这个呢，昨天跟这个赵师傅捞那个银鱼，用这个湖的湖蟹拆个蟹粉，做个叫蟹粉烩银鱼。这算用你们当地的食材嘛？我今天建议大家先品尝一下这个银鱼，拿来。趁热吃这个啊。你没看到？这个蟹当年全部一个剔开，自己现捞现拆的，吃这种菜一定要热，趁热吃，越凉了不好吃。我感觉是别有风味。对。今天好不好吃？太好吃了！于师傅的菜做的太好吃了。这次来的宿迁呢，也寻访了民间传统美食，在当地美食达人家里呢，也品尝了家宴。和同行们呢也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和交流，给我留下了还是比较美好的印象。在当地呢，这个水产很丰富，湖鲜呢品质相当高。其实这些食材还可以有很多拔高的空间。如果能让更多人去了解到宿迁这个地方，一定会受到各地的吃货们